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如约与您守候，只为跟您道一声晚安。这两天有一句话吓到了我们，500万人离开了武汉。这是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。武汉市有1100多万常住人口，户籍人口990多万，流动人口将近500万。因为春节因素和疫情原因，约有500万人离开这座城市，还有900万人留在武汉。消息一出，引发了社会大众的极度恐慌。在这500万人当中，有多少人是病毒的感染者，又有多少人是潜在病毒的感染者呢？而这么庞大的群体，随着春运分散到全国各地，有可能就和我们乘同一班航班、火车，有可能正来到我们所在的城市，还有可能就是我们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新型肺炎疫情的蔓延，让我们紧张、焦虑和恐慌，而这500万的数据更是将这种情绪推到了极致。我们从恐惧病毒变成了恐惧武汉人，甚至是恐惧湖北人。听过这样一句话，恐惧让人自保，自保让人逃避，逃避引发厌恶，厌恶让人心生歧视。于是武汉人成了众人眼中的瘟神，他们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可以喊打。在微博上看到一个网友的求助，大家好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才会来微博占用公共资源求助了。我是20号从武汉离开出来旅游的，现在人在长沙，在之前的民宿吃了几天外卖。今天长沙突然出了新的政策，不允许所有酒店民宿接待湖北籍贯的旅客，我就无处可去了。我先是去了火车站，问有没有回武汉的车，说现在即使上了车也不停武汉了。他20号从武汉出来旅游，没有想到疫情会发展得这么严重。只是短短的几天，很多酒店已经不允许接待与湖北相关的旅客。他想回武汉，想回家，却被告知所有的车都不会在武汉停留。他想待在旅游地，却发现不管是酒店还是民宿，他们所遵循的共同标准就是不接待湖北人。即使他拿着健康的体检报告，即使他体温检测正常，也没有任何一家酒店愿意提供一间空房给他。他说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是不是要把武汉人赶尽杀绝，才能让疫情结束呢？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。疫情爆发前去云南旅游的游客，在武汉封城之后无处可去。他们从昆明被驱逐到了大理，然后从大理被驱逐到丽江，最后又从丽江被赶回了大理。宾馆不敢接，酒店拒绝入住，他们只能挤在狭窄的车里睡了好几天。但是因为车牌号是鄂 A， 他们赖以生存的栖身之地还是被砸了。网友胡说胡有理说，他是在疫情没通报之前来哈尔滨旅游的，即使疫情蔓延开来，他也是被医生确诊为没有感染的人，但他仍然遭到滴滴专车的拒载，报亭旁等车连站都不让站，被人拿着扫帚赶。为什么我们嘴上喊着武汉加油，可现实却是让武汉人滚？鲁迅曾说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，的确如此。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只有冷暖自知。面对疫情的蔓延，我们都会害怕，都希望这场灾难早点过去。可在疫情面前，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，武汉人也是啊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，也盼望着能过个好年，能一生平安顺遂，能与爱人相伴到老。可疫情选中了他们，让他们承受我们所没有承受的恶果。我们要做的，不是歧视与冷漠，
而是同情与温暖。前几天武汉返乡人员信息遭泄露登上了热搜。那些去过湖北的返乡者，他们配合相关调查，接受医学观察，自己做隔离，认真量体温，却不曾想自己配合登记的个人信息却被完全暴露在了多个微信群、各大社交平台上，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家庭地址，这些本该是私密的个人隐私啊，可现在呢，他们的信息被肆无忌惮地公开、转发以及疯狂地传播着，甚至有陌生人来加他们好友，各种留言骚扰，让他们滚。更有甚者，直接称他们为武汉毒人。一位被泄露隐私的网友说，我们对社会负责，报备了自己的信息，但他们却把我们卖了，我们被当作病毒一样的看待，真心寒。大家把新型肺炎的恐惧感安放在了每一个武汉人甚至湖北人的身上，对他们进行排挤与歧视，而个人资料泄露只是其中的一方面。在某些地方，只要见到鄂 A 牌照的私家车，就有一群人围堵起来不让进村。但凡听说来自湖北，不管是不是湖北的常住人口，有没有近期去过武汉，酒店统一不让入住。甚至有网友因为5年前曾经来过武汉出差，就被社区列为了高危人群。网友夏天说，武汉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疫情中被四方咒骂唾弃，武汉人成为一个代号，变成了一个带着病毒的群体。可我们不是面目模糊的代号而已，我们也是一个活生生会害怕的人啊。是啊，他们是我们的同胞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而不是被歧视、被嘲讽、被排挤、被驱逐的对象。面对疫情，我们防的是病毒，不是武汉人。虽然疫情来自武汉，但他们也是受害者。不要歧视武汉人，他们只是倒霉版的你啊。诚然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有少部分人的存在确实加剧了我们对武汉人的恐惧。有人在得知武汉封城的消息之后，火速打包行李，带着孩子赶往北京。有人在已经发烧的情况下，吃了退烧药从武汉逃了出来，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玩。有人成功从武汉逃离之后，一边炫耀自己是疫区极端出逃人员，一边邀约朋友去蹦迪。当网友质问怎么好意思把病毒带给家人时，还大言不惭地说，我们武汉人心情不好，就喜欢把病毒带给你们。面对疫情，我们真正要谴责的是这类人，他们很自私，很坏，他们让人心寒至极，他们不配称为武汉人。但那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，大部分的武汉人仍然选择待在武汉，等待疫情结束。一位网友为了接武汉的妈妈去北京过年，提前计划了好久，可是出发那天，妈妈却让他把票退了，因为妈妈担心自己也是病毒携带者。他选择待在武汉，只是不想连累他人。一位武汉的姑娘心心念念想去看600岁的故宫很久了，因为新型肺炎，全家退掉了去北京的机票。他们的新年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幸福。一个小伙子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高铁，可是了解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后，他又掉头回到了工作的城市。这个年，他要一个人在异乡度过了。武汉这座城市生病了，需要时间来疗伤。他们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和城市一起面对。武汉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回乡过年的路上，听到招募支援医生的通知，第一时间报名换车回武汉。我现在下车回武汉，回医院。在疫情面前，有的人自愿选择逆行，不计报酬，不畏生死，只为让疫情早些结束。武汉封城之后，物资缺乏，医院的医生护士凌晨3点只能吃方便面。
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，一对经营餐馆的夫妻说，只要是医院医护人员需要吃饭，无论哪个点儿，提前半个小时打我电话，24小时在线。我们店里5个人不过年，支持所有的医护人员。武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这并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口号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，为武汉祈祷，为武汉加油。一个武汉的小姑娘说，爸爸是出租车司机，他在车上准备了很多口罩，让爸爸免费发给乘客。她说，我心很小，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康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其实每个人的心都很小，小到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而武汉人也并不是病毒，他们只是受害者而已。没有谁愿意看到瘟疫横行，灾难肆虐。在疫情面前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责怪，而是多一些相互尊重和理解。疫情肆虐，武汉人被非议和歧视的现象层出不穷。再加上疫情高峰的即将来临，人们对武汉人的恐慌和恶意愈发的明显。所以，央视主播海霞特意在新闻联播中说了这样一番话：战疫情不是变无情，地域重视不能变成地域歧视。在疫情面前，其实武汉人、湖北人都是受害者，甚至他们牺牲更大，不要歧视和嘲讽他们。第二，物理隔离不能变成心理隔离。对有接触风险的人尽量别抵触，其实他们比我们更心慌，更着急。3，登记信息不要变成泄露信息。对相关人员只进行必要的登记，不能人肉，更不要泄露隐私。要知道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，而不是武汉人。武汉人也是受害者，他们值得，也应该被人友善对待。请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尊重。相信明媚的阳光终会照亮武汉这片土地，樱花会再次盛开，早起的人们依旧吃着热干面，街道会再次人声鼎沸。我们会摘下口罩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见自己想见的人。就像钟南山院士在提及武汉时说的那样，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，武汉是能够过关的。乌云会散，樱花会开，病魔终会被打败。加油武汉，加油中国！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我们再去武汉看一场樱花吧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跟你道一声